我夜夜难眠，脑海里不断反复那些画面，那些可能的对话，胃酸上涌到喉咙的灼热，心口的堵闷，那种想吐却吐不出来的痛苦，你不会懂，也不会承受。我不再想追究过程是如何发生的，也不再在意是哪一个人，但我真的很想问，为什么错的人不是我，却是我要来承担这样的后果？被劈腿主动提分手后，该怎么面对后续的疗伤？这里是只能喝酒的图书馆，一个出租成见、探索未知的地方。生活压力大，时间悄悄流逝，不知不觉脸上状态似乎不如从前。你是否也曾吃过胶原蛋白，但觉得没什么效果？吃进去其实只是第一步，关键在于有没有真正吸收，能不能留得住。我最近固定在补充的是来自日本百年品牌 Nippy 的白金胶原蛋白，利用生姜美水解独家专利技术，把胶原蛋白切割成更细更好吸收的小分子，成功浓缩出胶原中的明星成分 GFF01 白金生态。研究证实，它是比一般胶原蛋白来得更稳定、更长效，不用吃多样复方，一匙就能专注补充你真正需要的。日本国民级胶原蛋白原料大厂市占率超过 54%， 胶原蛋白纯度达 100%， 无香料、色素、雌激素、化学添加，安心补充无负担。我自己是每天早上加进咖啡、牛奶或早餐里，完全喝不出味道，持续补充，身体有感。现在下单享满额折扣，输入只能喝酒的图书馆专属折扣码 DL300， 再折300元，链接放在资讯栏。从今天开始，一起养成每天一匙的保养习惯，用 Nippy 白金胶原蛋白打好你的肌肤底气。本集节目由乐入优选 Nippy 台湾总代理赞助播出。大家好，我是 Hank。大家好，我是婷婷。又到了我们回信时间。今天这一封信呢，是被劈腿主动提分手后，该怎么面对后续的疗伤？内容是 Dear Hank and Ting， 请帮帮我。我思索了很久之后才写下的，不是为了质问，也不是为了挽回什么，而是我想给这段关系不被爱了不会舍不得的感情一个清楚的句点，一个可以转身离开的出口。你选择了背叛这件事，不论是在谁身上还是另一个他，对我来说伤害没有不同，那是一种心被掏空的感觉，是一种亲手摧毁我信任的行为。自从知道真相的那天起，我的作息、身体都被这件事拖进了深渊。我夜夜难眠，脑海里不断反复那些画面，那些可能的对话，胃酸上涌到喉咙的灼热，心口的堵闷，那种想吐却吐不出来的痛苦，你不会懂，也不会承受。我不再想追究过程是如何发生的，也不再在意是哪一个人，但我真的很想问，为什么错的人不是我，却是我要来承担这样的后果？要独自咀嚼这些崩溃、怀疑、自我否定。我的心很乱，乱得装满了痛苦、委屈、愤怒、不甘，还有对过去那个我们的不舍。我曾经真心爱你这一点从没改变，也正因如此，第二次我依然选择离开，让你去抓住你那所谓的心灵爱情。我不会诅咒，也不会祝福你，因为对我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我自己。我要把自己从这场混乱与失望中慢慢捡回来，慢慢好起来。这次又让我知道谁不值得我再为他真心包容付出一切。以上是我传给他的讯息，下面是他的回答。很抱歉再次伤害了你，这些日子我想了很久，到底我应该在愧疚责任中一直过下去，还是再去追求自己的心中的想法？曾经的我受过伤，当时的你接住了我，这一切依然都没变，非常感谢你。你很好，也不需要做任何改变，或许只是我们真的不适合。希望接下来可以让你遇到更好的人。谢谢你的包容，让我去追求我的选择。第二次复合，我陪着他职业轮调从台中调回台北，也陪着他母亲治疗癌症。我们还在同间公司上班，并且在同部门。我想要理智赶快恢复工作生活，作息步调。
我该怎么好好处理分手后的负能量？嗯哼，我觉得前面的那些东西对我来说，好像劈腿啊，又复合，然后又分手，这样，这些可能我们都能够理解啊。但是呢，我个人觉得最难的是同部门、啊，是啦，同公司、同部门，你每天都要见到这个人。就如果都没有看到就算了。对，你就没看到就算了，你每天都要见到这个人。对啊，对于一个在情感中受到伤害的人来，对啊，这是一个蛮大的折磨，很大的。很不容易。你在疗伤的过程，你每天还要看到他面对那个让你受伤的那个人，想到就觉得辛苦。不知道你要怎么聊，我不是在伤口撒盐吗？理论上疗伤应该是要有点空间的啦。对啊，理论上是这样，理论上是这样，对不对？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要说。因为你每天都想要把你自己的负能量赶走，那你每天起床到公司去，那个负能量又来了。是，总是还是会心痛哦，这个是难免的。不是，这是什么难免？这根本就会啊。对，而且这不是我们说什么就不会的，这个很难，不可能，这个不可能，我也觉得不可能。对，没办法。对，我之前那个刚分手的那段时间，每天觉得就快死掉了那种。然后身边的人就是常陪你，朋友都陪你疗伤啊，陪你喝酒啊，陪你干嘛，然后跟你讲说，哎，没事啊，那干嘛，怎样就可以了，什么什么，反正就一定会是陪着你，安抚你，然后你要什么样，朋友都陪你这样，然后希望你可以赶快过去。我跟你说都没有用。应该说它不是一个有特效药可以怎么样做了什么，谁做了什么事，马上你就可以没有这个痛苦，很困难。我跟你说，你那个时候心里面的感受是什么？你心里面就是有一个洞，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抚平那个洞，填补那个洞。是，可以这样。那个时候就是这种感觉，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补得了那个洞，你自己也无法。然后你那个时候满脑子就在想的一件事，只有一件事，只有这个人回到你身边，你才能够那个洞才能补起来。就是你那时候的想法就只有这样而已。对，就是很钻牛角尖的人就是这样。对，然后你每天都在干这件事。对，所以你每天负能量就是你知道跟他对抗不完。对，满满的。没错。对，所以这个很困难。等一下，你为什么这么干？没有，我在想要讲什么，因为我这方面的经验没有很多。database 我在寻找，也可能也没有很想要记得，所以就常常会就是选择性遗忘。可是问题不是啊，你也是被劈腿过啊，不是吗？对啊，你也是被劈，而且你被好朋友劈耶。对，可以这样讲。对啊。伤心不得了，是不是？年轻的时候，对不对？我觉得世界天崩地裂，对不对？是，就觉得天要塌下来了。所以你怎么可以像个木头一样？因为那个陈年往事并没有很想要回忆啊。回忆一下嘛，分享一下你当时的心情嘛。当时就觉得这个世界要崩塌了。简单来讲，就是因为有点像是被背叛嘛。对啊，我会讲说是被背叛。什么有点像是，那根本就是。那我自己的解读就是，当人被背叛的时候，你很多生活当中建立起来的秩序就会全部被打坏、崩塌。你那个时候粉碎。你不要再找词汇了。你后来还有跟那个朋友联系吗？后来就很少了。对，现在也没有。现在比较少。真的。对，就从那一次以后就几乎都没联络。没有联络，因为他后来就去国外了嘛。后来就没有联络。了解。然后总觉得就是人生的秩序整个被彻底的
搅乱。你跟你那个朋友当时是很好的朋友吗？就还行吧，没有到很好。哦，对，就是会一起出去玩。对，那时候很好，这可能还好。当时是常玩在一起的吧？对了，对，可以这样子。那你觉得背叛是什么感受？你觉得被背叛这件事情，你觉得友情的背叛感觉比较多，还是爱情？都不是。都不是，嗯，那是什么？就其实我根本不在意那些事情，那你在意的是？我在意的是我的世界崩坏。哦，OK，你不在意这些事情，背叛你在意吗？我不在意背叛，哦，你不在意背我不叛。在意背叛，OK，那你在意的是？我在意的是我的，因为这些人所建构起来的世界整个毁灭了。哦，就不再像当初那样可以。不然是要怎么怎样？形容呢？我要想一下，没有真正好好思考过这个问题。来，我是最好的提问者。嗯，应该是说被背叛了之后，你会开始怀疑很多很多事情，你怀疑你原本所相信的那些事情是不是真的，包含你自己。OK，对，因为所有的当初的假设是建立在一个，譬如说我爱他，他爱我之类的事情， OK，然后所以其他所有东西才会成立嘛。对比如说我是一个值得被爱的人，然后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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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什么什么，这一切的假设都是建立在这个基本的人跟人的相信上面。对，那当这个所谓的信任或是被这个相信被彻底的打坏了之后，你就会去开始去思考你所相信的其他的那些价值，那些相衍生出来的东西是不是真的， OK 还是其实全部的东西都是假的。OK，对，就是简单来讲，就是说，假设你今天，你因为跟一个人交往之后，然后你相信很多事情是真的，然后有一天他背叛你之后，你就会开始怀疑所有身边跟他周遭有关的所有的一切建立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之前聊了一集，相信你说你已经设定，就是这个世界上90%的人是不值得相信的，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吗可能哦， ？OK，就是因为这样想你会比较好过，因为想当年你是很单纯跟天真，是，然后你就很容易相信别人，对，然后后来受了一个大伤之后，是你就再也不想相信别人。OK，但因为你很怕痛，简单来讲是这样吧，不要讲你说我很怕痛，所以我接下来就不是很想相信其他人啊。OK，对，因为这样子我会比较就是 easy 一点，轻松一点。哦，真的哦，对，你那段时间花了多久的时间，就是平复自己的心情？具体的时间不是很确定，可能大概2-3个月吧。这么短，那么快？对啊，我觉得不知道，像我这种出神经的人可能快一点，所以你2、3个月之后就交另外一个女朋友，这样？是没有马上啦，但中间隔蛮久的，中间隔蛮久，是隔多久？不记得，其实年代久远，要去找一下这个相片还是什么资料库，不记得了。OK，不是很重要吧？对啊，了解。对，所以你已经设定了这个世界上90%的人都不值得相信，是他也包含朋友嘛？对，朋友本来就没有那么多需要相信的事。但原本不是吧？原本差不多是这样，原本差不多就是这样了。对，原本差不多这样。原本对朋友这方面就看得蛮淡啊。OK，我觉得我原本活在这个世界上，对人与人的关系，我看的都还蛮淡的。是吗？对，原本吗？你确定吗？对，原本懂事以来吗？有懂事以来啊，真的哦？对，为什么？我不晓得，可能个性我不确定是为什么，没有办法解释。OK，没有，我只是想要理解说，就是你被劈腿的那个时候，友情跟爱情双重背叛嘛。那我想要理解的是说，你在曾经被背叛过之后，你觉得你有没有因为这个事件而改变了什么？
其实说实在话，没有。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固执的人。很固执的人。对， OK， 怎么个固执？应该是说，我有一个莫名的期许，嗯，就是我很希望每一个人都是自由自在的，所以我在跟别人交往的时候，我都会很希望别人是自由自在的。但没想到，对，有人居然跟我在一起不自由自在，然后后来跑去跟别人自由自在了之后，我会如此的伤心。但虽然他最终自由自在的样子是我希望的， OK，因为我总是还是希望他作为一个个体是一个自由自在自由自在的的存在嘛啊。但没想到从我这边离开的时候，我会这么伤心，这是我自己没有预期，莫名的悲伤。你想说我已经是让人自由自在的达人了，对，居然但该流泪的时候还是会流泪，该悲伤的时候还是会悲伤。然后我自己很压抑，我以为我不会，你以为你不会？我以为我不会啊。通常人生都是有很多自以为啊。对啊，所以我就是太看得起我自己，整组就是一个太看得起我自己，所以都不是别人的问题啊。对我 OK， 所以你刚刚说会质疑别人，也会质疑自己。对，质疑自己的是这个部分。对对对，我以为我应该可以在别人想要自由自在的时候不会伤心。了解。我觉得你这个人呢、真的是很有秩序的一个人。怎么说？就是我不晓得要怎么形容，譬如说你那个，你刚刚在提的那个希望别人在你身边是自由自在的，但你没想到他在别人身边也自由自在，你会这么伤心？对对对对，你知道它是有一个基础的吗？它是有一个你自己有一个原则，但是这个原则自己觉得哇，原来这个原则是可以被破坏的，然后你伤心落泪。对我来说，那个原则就是一个怎么讲，一个基础，就是有一个秩序在啊。他有一个秩序在。我的意思是这个。他一直都有一个秩序在。对啊，你就是一个很有秩序的人。对，然后那个秩序是到现在我还是很相信这件事情。就算我会伤心，我还是相信这件事情。而且很酷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这是你的原则，你这个原则被破坏了，对不对？然后你伤心落泪了。对，那没关系，你还是拥有这个原则。对，然后你还是贯彻这个原则啊。对，到现在你还是一样啊。对，因为我很相信我自己啊。这个就是我觉得最厉害的一件事啊，就是你是一个对，就是对我来说，你就是一个很有秩序的人啊，你懂吗？内在很稳定的，就相对的，很多人是很破碎的，像我就是很破碎的一个人，可是你就相对完整啊。是这样吗？对，我不知道，可是我当年伤心的时候也是很伤心啊。我懂啊，因为你的原则被破坏了嘛。对，也是哭的稀里哗啦的。我懂啊，这个我可以理解啊。但我的意思是说，比较少人像你这样子啊。对我来说是，就是相对完整的一个人，并没有那么的破碎。我觉得这很不容易耶，这好酷哦。那你呢？那你会是怎么样？人家背叛你，你会怎样？说实话，我小时候是没有任何原则的。就我的原则是长大以后一个一个建立起来的。慢慢的，因为去理解自己嘛，对，那慢慢建立起来的，理解自己的个性。但我小时候是没有这种东西的，我小时候是可以任人宰割的，是可以任人揉捏的，有很多东西都放在心底，但并不会讲出来。我要先讲，我可以分享我的经验，可是我的经验大概从21岁以后就是你知道OK 哦，你说几岁以后？21岁以后乱七八糟，云游四海。对。我要先前情提要这件事，我已经提了大概800次了。我第一任交往那个男朋友，我们在一起4年嘛，然后他1年一个，就是1年1次。然后我第一次发现的时候呢，你说1年1次什么？他出轨啊！出轨啊，偷吃，他偷吃，被你发现，对，1年，而且我跟你讲，层出不穷，我就觉得很烦，一天到晚。真的是规缸有够烦呢，规缸真的。那你没有就离开他？我就跟你讲说，我小时候是可以任人捏的然后你知道我那个小时候的那个固执，我觉得我不晓得从哪里来的就是我要讲的东西，就是说我第一次发现这件事情以后，我觉得我的心已经破了一个洞。
可是我当时觉得这个洞只有他可以补，就是谁陪我出去玩，然后陪我喝酒，陪在我身边跟我聊天，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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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之类的，或者是有其他男生喜欢我，都没有办法补得了那个洞。对，只有他回到你身边对，只有他回到我身边就好了。我觉得那个洞才能被填补。对，所以我发现第一次以后，然后我也没选择分手，我们就继续在一起，然后一直到第二次，第二次非常的经典，是我的朋友，我们有一次去，以前很流行喝泡沫红茶，你知道吗？泡沫红茶我知道。对对对，然后那天茶街，对，然后我们那天反正就去东区有一间店叫渔人码头，anyway，反正我们就是已经约好了，大家要出去玩，然后他也要出去玩，所以他就送我去找我朋友，之后他就跟他朋友出去玩，然后我就在朋友一桌嘛，大家都在那边聊天，然后他们就问说，那个谁谁谁嘞？我说哦，他走啦，他出去玩了。然后他们开始就怪怪的，就是脸就怪怪的。我心想说发生什么事？然后隔了好久哦，大家都还在聊天啊，什么什么什么。突然就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我想跟你讲一件事，然后是那个谁谁谁在追谁谁谁，那个人是我朋友，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心想说台北市也太小了，超烦的，都遇得到啊。对，然后我就直接又炸开了，我心想说好烦哦。然后我那天晚上就又把我自己灌醉了。Anyway，然后那一次呢，我的心又破了一个洞，但是我还是觉得那个洞只有他能补，所以我们又继续相安无事的又在一起，所以我们就这样子重复了3次。到第3次破洞的时候啊，我觉得那个洞再也补不起来，完全补不起来。我那个时候其实已经那个信任的底都已经被打掉了，一层一层都被打掉了。反正我所有的信任全部都被瓦解了，那个单纯的东西也通通都被瓦解了。那我也开始进入社会了，花花世界。抱歉，第4次出轨的人是我。因为我觉得很混乱，我不晓得要怎么形容那个状态。我那时候没有自己的原则，说譬如说像你一样，你希望在你身边的这个人能够自由自在，这样子的想法我没有。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去待在另外一个人身边，而我也不知道这个人怎么待在我身边。他该用什么样的样子待在我身边，或者是我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他待在我身边。其实我不理解，所以我刚刚就一直觉得我很惊讶，是你是一个很有秩序感的人啊。这件事情很不容易啊。我不知道啊，对我这样子混乱的人来说是相对不容易。但是第4次我出轨了以后，他直接破了超大的一个洞。因为他接受不了曾经在他身边像个绵羊一般的人，会反噬他，像头野兽一样。那你说那是报仇吗？不是是我心里面的那个破洞。我坦白说，它就是破了。其实我当时觉得说他在我身边才能够补得起那个洞，其实是错误的。或许到第3次吧，或许就是我会觉得这个人其实并不珍惜我啊。那我到底为什么要继续？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质疑的声音一直不停的响起了，然后你会觉得你好像没有必要再待在这个人身边，你也不是真的你，因为你本身不是一头绵羊啊。反正第4次的那个，你说是报复吗？我出轨那一次不算是，因为我知道他破了一个更大的洞，我更伤心，所以我不觉得那个是一种
报复。所以我那时候是很混乱的，我只是知道，我很清楚的知道说，我在他身边不是我觉得我应该要离开这段感情，然后有一个外力也把我拉出去了，就是我真的离开这段感情了，可是我非常的伤心，所以我搞不清楚我怎么了，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那一段时间，就从那一次以后，往后的10年，就是我觉得我跟死掉没什么两样，然后我就重新让我自己慢慢的要站起来，这样花了10年的时间，很长。我那时候就慢慢的把我自己想尽办法让我自己变成一个荡妇啊，这也是一招啦。做尽极尽可能败德的事。这也不见得是坏事啦。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说是不是坏事。这个 in general 来说，我不觉得它是好的。应该是说放在每一个人身上，我不会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是，这个是真的。我忘了过了6年还是7年，忘记了。我以为我好了，我以为，然后有一天不知道在跟一个朋友，可能就在陈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居然心还会痛，然后我就在想说，到底为什么？那我当时一直以为说，我心里面还有他，然后他会是我这一辈子的遗憾。我大概过了3、4年以后才知道说，不是，那个遗憾是我让我自己失去了我自己的纯真。你知道有一集我是不是说了那个遗憾其实是我让我自己失去了那份纯真，那是我真的超级无敌遗憾的事。我居然拾起我的破碎要花这么久的时间，可是这个人在我身边只不过待了几年，比我拾起我的破碎的时间还要短。然后我就想说，我为什么要花这么久的时间，我才可以明白这件事？我有时候看到那种像你们这样很有秩序感的人，我有时候都觉得说，哇，你们好有智慧耶。我有时候会很羡慕我认真的，我是真的，就觉得说，你们不用花那么多的时间去把自己一块一块捡起来。如果我再去想，我回过头去想说，我对我自己当时的我自己，譬如说我对21岁的我想要说什么？因为最破碎的时候是那个时候嘛。我要对当时的我说什么？我不知道我想不出来我想不起来。因为回过头去看，我居然花了那么长时间把我自己一块一块捡起来，我才能够明白那一份遗憾其实是我失去了我最纯真的我自己。所以有一集我是不是说我现在没有遗憾？那是因为我找到的原来的那个纯真的我。因为有时候在听到这种案例的时候，我都在想说，这种案例我个案是不是其实你在遇到他之前，你就已经是一个破碎的灵魂？确实是有一次我们也讲到这一段嘛，就是说反正有一集我们也在聊，我说在这个10年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在疗伤，我也在认识我自己，更深一层的聊我这个原生家庭带给我的那些创伤。就是如果跟你比的话，我真的稍微破碎了一点，就是这样啊。这也难怪我在看你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你怎么可以每一次都遇到这种重大的伤痛的时候，你的那个破碎感很低啊。没有破碎感。对啊，好厉害哦。完全没有。但我也在想，像我们这种相对来讲灵魂比较破碎的人，命运会稍微给他多一点折磨，可以这样说吗？不是。我也觉得不是。我讲完这句话，我就觉得不是。我觉得应该是像我这样的人，命运会多给我一点折磨。但你都没事。不，我没事，但他会折磨我。对，这没事是我方说法。对，没事是我个人的感受问题。对 ，OK， 但并不代表我真的完全没事。没有，其实我后来这样想一想啊，我觉得其实我们都被折磨啊。
对，折磨不是拿来比较的啦。折磨不是拿来比较，我们都被折磨，只是每一个人面对这些折磨的这个方式，对，需求跟历程是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个性不同。个性不一样，个性不对一，样因为个性不一样。对，像我其实大部分时间遇到情感的一段结束啊，不管是被背叛啊，或者是分手啊，我总是觉得我大部分时间是伤心，但伤心真正最伤心的，并不是说我被背叛，或者是没有办法在一起，而是我总觉得可惜啊。可惜，就是说你难得在人世间遇到一个跟你心灵曾经相通的人，曾经互相吸引的人，然后相处了一阵子，然后最后没有办法在一起。那我比较多的感受是可惜，然后有一点伤心这样子，但我并不是那种打从心里觉得这个世界就完全天崩地裂了这样，或者是对啊，比如说我有一任女朋友，不是后来就死了吗？她就癌症就过世了。对，其实我觉得我真正最伤心的，并不是我没有办法继续跟她在一起，对，而是我看到一个很有才华、很吸引我的人类，最终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展现他最美好的样子，这件事情才是我觉得最可惜。懂啊？对。那你至于说我没有继续跟他在一起，说真的，那个没有关系，因为我再早就有了。是真的是这样啊！事实上就真的是这样没。但对于他这个有才华的人类没有办法发光，或者我没有办法看到他发光，我是觉得很可惜。没有，其实回到刚刚这个听众的那个来信啊，我看到了几个关键的重点，就是其实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总是相信付出就会有收获，尤其是在爱情里面，就我一片真心的对待你，为什么最后却换来你的绝情？对，一般来说都是这样。那其实我觉得最崩溃的通常都是这个点，那其实是一直以来我们的假设都是错误的，就人与人的关系，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一直以来都不是我真心对待你，你就一定会真心对待我，我是这么认为啦，对，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在这个方面蛮冷静的一个人。你为什么可以这么冷静？那你干嘛每天这边跟我说，我每天为你做牛做马？没有，那个是要讨回现在的回报，并不是要等你离开之后我才开始骂你啊。好的，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困难的一个点，就是一直以来都不是我们做了多少事就会有多少的回报。OK，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们生而为人最大的盲点。对，因为人与人的关系一直以来都不是这样玩的，它就是很奇妙的，每一个人能够给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你能量好的时候，你状态好的时候，你可以多给一点，但是对方现在能量好不好，状态好不好，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他未来是不是需要你在他的生命里面，我都觉得那是你不管做多少事，他是没有办法控制。所以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对我来说啦，我通常只想我自己，就是我能够做多少事情，付出多少爱多少关心，多少理解、承担或是包容，那都是我想要给的。那至于对方能不能做到，他至少要做到一个低标，就我可以忍受的低标。做不到，那我们就谢谢再联络，可能就是这样子吧。因为他这封信最后啊，他有说，就是他第二次复合，然后他陪着他职业轮调从台中调回台北，也陪着他母亲治疗癌症，blah blah 等等之类的。因为我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就在想，那个女生是在面对她的母亲，在做癌症的治疗，对，那是另外一个心里面的一个复杂的程度嘛。这个部分，因为我并没有听到那个女生说什么，我们现在只看到这封来信，然后再说她自己的内心的那些愤怒也好、混乱也好等等之类的。但因为从这句话，我也想到另外一个人。那我想要讲的东西是说，我不是想要替出轨的这个人说话，可是有时候出轨
有一本书名我一直觉得很酷，叫《爱情若没有道理，出轨何来有迹可循》。嗯哼，我想要讲的意思是说，或许你也并没有真的理解这个人心里面在想什么，你或许也真的没有到达他的心里去，嗯哼，然后他才会去选择另外一个人。有的时候是这样，有的时候是这样啊。有的时候是这样，就好像我刚刚在讲说，我第4次的时候是换我出轨，对，因为我就觉得这个人已经根本就补不了我心里面的那个洞，对啊。虽然我知道另外那个人他或许也补不了我的洞，我的案例是我觉得我的洞只有我自己可以补。那每一个人当然他的生命历程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不知道。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我觉得啦，如果说爱是自由的，我觉得另外一个人他很自由的去选择他想要的未来，你也应该很自由的去选择，不要把这段感情的失败怪罪在自己的头上。因为我觉得其实人很多时候在一段感情的失利的这个过程当中，先不管谁错谁对谁错，常常都会觉得自我怀疑，整个人生变得混乱或是 whatever。但其实我很想讲的是，很多时候其实真的不是谁的问题，很多时候并不需要把一段感情的失利全部都怪到自己的头上，让自己过得很难过。那要怪到别人头上吗？我通常都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就是说我其实是觉得是他不懂，不是我做的不好。我就知道，对，是他的眼光不好，不是我做的不好啊。那我们也可以试着慢慢的去往下一步，就是前进，去找看得懂的人啊，对不对？这样想应该会让自己好过。对，之类的。对，这个想法是真的会比较好一点。对啊，确实，不要质疑自己嘛。不要质疑自己啊。对，就总是会，你把你自己当成一个，假设你把你自己当成一个商品，我今天丢到这个世界这么大的一个市场上去卖，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些人把你捡起来，说哦不错哦，把玩了一阵子，然后就把你丢了，对不对？那是他不懂，还是你没有价值？不是这样讲的嘛，对不对？那我们就去找下一个懂你的人，想要珍惜你的人，想要看懂你真正的好的人，对不对？只是他现在不需要，并不代表你不是一个值得被爱的人，是不是？你的建议是比较健康的啊，就比较好的啦。对，我通常都用这样角度去看这件事。是的，确实是啊。是他不懂。对啊，但如果像那个，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不是啊。我一定是把我自己摧毁。摧毁，需要走那个比较hardcore的一个路线。对，我个性就是这样，我就是会把我自己摧毁。是的，毁到一个程度，那就是这个就是很笨嘛，就是会让自己多走好多路吧。你绕了一圈回来，你终究要回到那个地方嘛，就是你必须要相信你自己，你并没有那么差，到头来其实本来就是这样啊。是，那你花那么长的时间要干嘛？就对我来说是这样啦。我就是花很长的时间，我就是觉得这件事情让我很最重要解决的问题只有一个，对，就是你自己，就是你要相信你自己。对。然后我就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反正就是很就是。对，你的建议是好的，对 ，good。比如说你如果不喜欢你自己，那就想办法调整啊。当然有些东西可能不见得真的你说要调整就可以调整，但你真的不喜欢的，你就把它调整。调整不了的，就想办法喜欢它。我的看法是这样，比如说很懒惰，调整不了，那我就跟他共存。我觉得他现在要放下这个愤怒啊这一类的东西，或者是不甘心，或者是放不下对方的这种，要放下，我觉得很困难。不是说要你放下。我们今天录完这一集，你听完之后要你放下，你就会放下。这不可能，这是不太可能的事。但是也不应该啦，我是觉得。对，但是
试着让对自己好一点，因为你不放下这件事情，就是一直过不了，一点一滴的。我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我经常觉得啊，就是人生让你痛苦的时刻，其实很多时候是你转变的一个契机。就你去看有多少人讲述他的故事之后，都是因为他某一年受了某一个伤，然后之后他就忽然想通了某件事情。但虽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每个人可能不一样。那有些人真的是因为在情感上面受挫，他就下定决心怎么样。那你回头看，其实你应该很感谢当初让你受伤的这个人，就是因为他这么王八蛋，然后你还可以一天到晚骂他，对，然后你还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对，哇，这听起来真的是一竿子功，猛拉甘塞口就赞呢。我们要感谢这些人，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对，跟伤痕，让我们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我只是觉得说，如果你像我一样灵魂稍微比较破碎一点、比较混乱一点的人啊，如果可以的话，从现在开始慢慢的拾起你自己的碎片啊，你真的要自己一个人慢慢的把一个一个破碎的自己捡起来，你就会知道说，你在捡起来的过程当中，你能够承受的那个重量，只有你拾起来的破碎的你自己。其他的你就会慢慢把它丢掉。因为他信里面他有写说，这个女孩子有写回复他的是，他心里面也是有愧疚的，可是人终究还是要对得起他自己，所以他还是选择了他现在的选择。那你也得往前走嘛。如果依我来说，我一定是把我自己摧毁的那个人。绝对是选择把自己摧毁。我肯定是选择把我自己摧毁。对，让我会把我自己变成一个荡妇就碎成一片。对，极尽所能，就是我的个性就是这样。我有在想说，我如果回到21岁，我会不会做同样一个选择？对，我觉得我会，因为我的个性就是这样。但是如果你的个性不长我这样，但你也差不多的混乱跟破碎，对，那我现在给你的建议是，不要像我一样浪费时间，你要从现在开始就把你自己的破碎的那个部分捡起来。那会不会是其实碎成一地也是对某些人来讲，它是一个必经的历程？我不知道，因为你知道天崩地裂，它能够尘埃落定这件事情，我只能说，我就是说，放在我身上是 OK 的，可是放在每一个人身上，它的结果是不知道的。不是每一次都有这样子的结果。不是鼓励大家都去做这个事情。我并不鼓励大家做敬拜德的事。我先讲。对，那是需要有你知道很强的心脏，你才可以扛住那些更破碎的自己。没死就已经看到自己更丑陋的那一面。对，反正很蠢。你就是你会懊悔死，就是不要像我这样。所以其实你最终你就是要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嘛。是，每一个人都希望是这样。对嘛，无论是你干嘛嘛，然后遇到一个更好的对象，都是这样。对，都是这样，是这样啊。那你要从现在开始去面对你自己就好了。这个人就慢慢的要从你生命中淡化掉。因为你记得他的愧疚，你只要记得他心里面是愧疚的就可以了。我觉得他那一句话对我来讲，我觉得就够了。我不知道，我是这么想的。有时候缘分尽了，就是尽了。尊重他现在的选择啦。虽然你是被背叛的那一个，是要你去尊重他现在的选择，我觉得很困难。对，但是因为你信里面写的那个回复，他有愧疚嘛，我就相信他是有愧疚的。我觉得尊重他的选择，但也尊重你自己接下来的选择。对我来说是这样。你也要尊重你自己。对，我今天一直很想唱这首歌啊，哪一首歌？然后其实这首歌的歌词啊，我觉得我送给他，我不是要送给他而已，我想要送给我自己。OK。一个人要走多远，历经多少沧桑才会累？什么地方才是家？为了谁才留下？一个人要想多久？历经多少挫折才会懂？不再轻易掉眼泪，不再轻易说今生无悔。
无缘，用一生做实验，为谁放弃一切？我不再是我，谁又是谁？别问我的伤，别问我的痛，别问我的心中是否在流血，别问我是否心已碎，别问旧风故人醉不醉，别问我的苦，别问我的悲，别问我的流浪是否很疲惫，别问我是否爱有泪，别问婚姻旧梦对不对，也别问我会不会。这首歌的歌词很厉害，它其实是在讲述那个可能你人生走到一个阶段的时候的一个转折。我觉得那个转折每个人一定都会有的，是不是只有你有，不是只有我有，也不是只有他有，大家都一定会有。无论你现在处在一个多么伤痛、多么混乱或者多么悲伤的一个阶段，其实我觉得都没有关系。说真的，因为 in the end 到头来，你最需要抚慰的，你最需要拥抱的，你需要接受的，只有你自己，不是任何一个人。没错。我们常常讲说，与他人和解就是与自己和解。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把它放了它，把它放生了，你就放过你自己，你自己就自由了。是，对啊，给自己一点孤独的一段时间。我觉得让你自己跟自己好好相处一阵子，我在去感受那些东西。我在想，可能你现在实际上的空间、跟距离、跟时间，好像都在压迫你。是因为他跟他的 X 还在同一个单位里面。可是我觉得心理上面的时间跟空间还有距离，我觉得是你自己可以抓得到的。没错。对啊，好吗？好了，就这样，今天就录到这。对，拜拜，拜拜。